3年3批赈灾粮，几百万两银子砸进去，结果呢？云和县的灾民都逃光了，县令沈燕天天躲在县衙不露面，威风得很呢。陛下，要不要传旨把沈燕召回京问话？备马乔装，朕要亲自去云和县。这沈燕要是真敢贪赈灾的钱，朕当场就在云和县衙摘了他的脑袋。大姐，你们都是云和县的，这是往哪儿去？还能往哪儿去？逃荒呗。县里粥棚都关了，一粒米都见不着。那姓沈的县令根本不管事儿，再不走，全家都得饿死在这儿。听说朝廷要派钦差来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赶上。陛下，看来密报说的都是真的。走，进城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沈燕到底要干什么。陛下，这路……外乡来的吧？外面路烂，进了界碑就好走了。这水泥路是沈大人领着我们修的，都2年了，下雨也不陷车。你说谁修的？沈燕沈县令啊。对了，你们要是买粮，就去东市平价铺，今天肉价还降了2文，比外头便宜3成。这到底哪头是真的？斗什么气？直接给粮，不给就冲进去！住手！你谁呀？多管闲事儿！你们要真是逃荒的，就得按规矩来。真把城门冲开，官府一封仓，谁都别想吃饭。老弱病残站左边，会手艺的壮丁站右边。左边先进粥棚，右边登记完直接上工管饭。多谢公子出手，不然今天非出事儿不可。您这法子跟我们沈大人定的规矩一模一样。哦，你们沈大人也这么安排？对啊，沈大人说了，不能白养人，也不能饿死人，先分清楚，各有各的去处，就乱不了。陛下，刚才那个人看着不像灾民。手脚干净，面色也不黄，是专门来搅局的。刚到城门就有人搞事，这云和县水比我想的深。这粮里全是沙子，怎么吃？你们县衙就是这么赈灾的？吵什么？粮仓存的粮，混的是尘土，这沙子是河沙，新鲜的很，刚掺进去的吧？袖口的沙哪儿来的？我路上蹭的。路上都是黄土，哪儿来的河沙？总不能是你自己揣着沙子来喝粥的吧？故意来捣乱的，缺不缺德？不用追，看他腰上的牌子。崔家是崔万川的人。崔万川，本地粮商盟主，城里大半粮铺药铺都是他家的。陛下，赈灾的粥棚，他崔家派人来捣乱，图什么？粥棚乱了，百姓就对县衙不满，民心一乱，他就好趁机抬粮价、囤粮食。好算盘，拿灾民当棋子，用人命做生意。2位是京城来的粮商，坐。县衙条件一般，见谅。沈大人客气，我们来看看云和县粮情，顺便谈笔生意。粮情不太好，县里日子紧，生意怕是不好做。哦，怎么个紧法？我昨晚逛夜市，看着挺热闹。夜市也就那样，不景气。昨晚也就勉强宰了3000只羊，比前阵子少了200只。3000只羊，还叫不景气？这算什么？周边县的路没通，商队来的少，不然还能多。不瞒2位，县里目前还有7处大缺口，处处要花钱。这处桥不够，雨季粮车不好走；这处渠没连通，新田交不上水；还有这处粮仓容量得翻倍，不然灾年撑不住。这哪是哭穷，这是奔着富县去的。交市例钱了啊！这个月的涨2文，上个月刚交过，怎么又涨？崔老板定的价，爱交不交，不交就别在这摆摊。住手！你谁呀？崔家的事儿也敢管？我是京城来的粮商，别的地方不管，这云和县的规矩，我倒想问问。朝廷有敕令，商税按例收，你们私自加钱还动手掀摊子，是谁给的胆子？少拿朝廷压我！在云和县，崔家的话就是规矩。你们等着，崔老板不会放过你们。多谢公子，你们快走吧。崔家人多，
回头找你们麻烦。陛下，崔家在这县里简直是土皇帝。土皇帝，朕倒要看看他这个皇帝能不能大过大庸的律法。查一下这个崔万川，看看他这些年吞了多少百姓的生意。是。有意思，这云和县的生意不是谁都能做的。京城来的肖老板说了，收粮价比崔家高2成，有多少收多少，当场结账。真的？崔家只给半价，说灾年粮不值钱。肖老板做长线生意，不赚灾民的黑心钱。明天一早，粮拉到城东破庙，过秤就给钱。周边村子都通知，想卖的都可以去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周边农户都反悔了，不肯把粮卖给咱们。那个姓肖的外村人放话出高价收粮，比咱们高3成，农户全奔他去了。怎么回事？好小子，敢截我的胡！他有多少钱，敢跟我拼粮价？不清楚，看着底气挺足，说有多少收多少。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少银子能砸。加钱，比他再高1成，我就不信他一个外乡人拼得过我本地家底。陛下，崔家跟着抬价了，比咱们高1成。停收，放出消息说咱们粮够了，不收了。这崔万成抬了价，肯定急着收粮补库存。咱们不收了，农户全去找他，他就得按高价全吃下。等他把银子都砸在粮上，咱们再慢慢跟他算。沈大人，你看看这本账，朝廷存档的云和县灾账，写着道路未修，粮仓空虚，灾民流散。这不是云和县的实账，朝廷存档的都不算，那什么才算？云和县的账记得不只是银子，还有人。婉和，把账报过来。这是近3年的实账，分7类：路账、粮账、工账、安置账、医账、学堂账、桥区账。水泥路3年前9月动工，去年全线完工，用工1200人，耗粮800担，用钱3200贯，每笔都有经手人签字。现存粮12万担，灾民累计安置1742人，900多人留县做工，比朝廷的账细多了。这几页有问题，纸张比前后新，印泥是普通朱砂，县衙用的印泥加了桐油，干了发暗，字迹也不是县衙账房的笔迹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换了账？是不是换了我不确定，我只知道这不是云和县递上去的原账。钦差大人到！本官奉旨复核云和县灾后赈灾账目，所有账册即刻封存。沈燕暂停县令职务，配合核查。慢着，官印我交，账也可以查，但周棚、医馆、平价粮铺不能停，灾民安置也不能断。沈大人自身难保，还管这么多？你们要查的是我，不是百姓的活路。严大人，在下有句话说：你是何人？京城粮商萧彻，我在云和县待了3天，亲眼见路是通的，周棚有粮，灾民有活干，账册可以封，但要是封了粮仓，断了周棚，万一灾民生乱，这个责任谁担？朝廷自有法度，轮得到你一个商人插嘴？法度不就是保百姓的？要是为了查账饿死人，那这账查的还有什么意思？老爷，这个萧公子又跳出来了，还跟钦差顶上了。一个商人敢跟钦差叫板，他要么是真不怕死，要么是有恃无恐。去，给严大人递个话，就说沈燕勾结外来商人私藏官粮，账目不清。先把这个姓萧的也拉进来，我看他还怎么蹦跶。跟我斗，先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命。风寒要3倍价，金疮要5倍价，就这么多货，爱买不买？我孙子发烧，能不能便宜点儿？我们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没钱就别看病，死了跟我没关系。朝廷市易法规定，灾年药价不得超过常年3成，你翻3倍，是谁给的权利？又是你，崔家的药，我说多少就多少，有本事你别买。我要你按原价卖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管我？按常价卖，谁要是不服，让崔万林来找我。欺人太甚，一而再再而三骑在我头上拉屎。老爷，这姓萧的太嚣张了，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。给脸不要脸，找2个手脚利索的，夜里做了他。
做得干净点，扔去河里喂鱼，就说是灾民害命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安排。敢断我的财路，就得有命来赚这个钱。陛下，崔家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来了正好，省得我去找他们。记住，留活口。是。这天有点不对劲。果然是崔家的人。严大人，昨夜有人夜闯客栈行凶，腰牌是崔家的，人赃并获，你看该怎么查？大人，不好了，下暴雨了，北边山路全塌了，通往周边3县的粮路全断了。关城门，所有对外阵地全停，先保本县百姓。不能关。你一个商人也敢干预公事？堵在城外，饿极了必生乱，到时候有人挑唆着攻城抢粮，局面只会更糟。不如放进来，按老弱壮丁分流，老弱去周鹏医院，壮丁上堤护岸，管饭还发工钱，既救了人，还能加固堤坝。我也同意这个法子。陛下，您刚才不该直接出头。再不出头，他真把城门一关，城外几百条人命就没了。而且灾民来的时机太巧，粮路刚断，人就凑齐了往这赶，摆明了是有人故意散消息。您是说崔婉川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逼沈燕要么开城拖垮自己，要么关城失民心，横竖都是坑。走，去北门看看。真放进来，粮不够怎么办？粮够不够先不说，真逼反了，连县城都保不住。按分流的法子来，粮能撑住，出了问题，我担着。好，就按你们说的办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出了乱子，你二人一同担责。老人、孩子、病患走左边，直接去周棚领热粥；能干活的壮英走右边，登记完去北堤，管3顿饭，1天发5文钱。齐了，换别的县早打起来了。这套分流的法子是沈大人定的。3年前第一批灾民来的时候就定下了，就没想过有人不服。试过闹的，几次下来，大家发现守规矩真能吃上饭，就没人闹了。快点，点完就走，等烧起来就说是灾民不小心失火。又是崔家，这是要烧周棚。没事了，看好棚子，人我们带走。严大人，人证物证都在，崔家脱不了干系，下令查崔家粮铺和药铺吧。现在查还能抓个正着。崔万川是本地粮商盟主，族里有人在州府做官，没有实打实的口供，动不了他。人都抓了，还不算实据，2个下人而已，推出来顶罪就行。真要查崔家，得有账册，有实证。陛下，严嵩礼摆明了不想得罪崔家。我本来就没指望他，抓这2个人就是试试他的态度。既然他不敢动，那咱们就自己来。你去查崔家的私仓和旧账，尤其是3年前的赈灾粮去向，我就不信他崔万初手脚能这么干净。老爷失手了，2个人被县衙抓了。没用的东西，既然他们想查，那就给他们点东西查。去，把备灾仓的事捅给钦差，我看沈燕还有什么办法。沈燕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城西旧仓3万担备灾粮，你居然瞒而不报。那是备灾用的，留着应对大灾。胡说！朝廷问你要账，你只报12万担，私藏3万担官粮，你就是欺君。你去城西老村一趟，找几个老人问问，这3万担粮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是贪的赈灾粮，还是百姓攒下来的？我要准话。是，顺便查查这事儿是谁捅给钦差的。哪是私藏啊，那是我们全县人一粒一粒省出来的，丰年收粮多出来的就存进去。沈大人自己的俸禄年年都往里贴，连官服都舍不得换新的。之前上报过一次，上面要调走，沈大人没办法才藏着没说，就怕灾年来了，百姓没活路。来人，封了城西备灾仓，逐代实验，没查清之前，一粒粮都不准动。是。
打桩，先打目光。不行，水太急了，堵不住，快撤吧！苏姑娘，要不请沈大人过来吧，他懂治水。西堤决口了，堵不住，你去看看。严大人不会同意的，我让你去的，出了事，我担着。多谢。别硬堵，斜着打桩，修分水坡，把水引去旁边的泄洪渠。3队人，1队打桩，1队填带，1队搬竹板，快！裴正，臣在，带几个人下去帮忙，注意安全。堤坝守住了，粮撑不住，多谢。崔家囤着粮不卖，再涨下去，百姓买不起。库里日常用粮还能撑半个月，备灾仓被封了，动不了。粮的事，我来想办法。陛下，真要动咱们岸县的粮，不然呢？看着崔万川卡着百姓的脖子发财。去传信，让周边3个岸仓连夜调粮，往云河送。今天又涨2文，要买赶紧。过了50还涨，昨天刚涨过，怎么又涨啊？爱买不买，全县就我家有粮，嫌贵别吃。老爷，县衙那边快顶不住了，再熬3天，他们就得过来求咱们。求我也没用。等沈燕彻底倒了，粮仓、田地、商路全是咱们的。那个姓萧外乡人蹦跶不了几天了。陛下，3批粮全到了，一共8000担，够本县百姓吃1个多月。明天一早开3个临时粮铺，按常年平价卖。崔万川肯定会反应过来，会不会派人来闹？我正愁抓不住他的把柄。他不是想囤粮抬价吗？我就给他砸个盘，看看他家底儿有多厚。平价粮，常年价，1人1斗，多了不卖。老爷，不好了，那个姓萧的开了3家粮铺，平价冒粮，百姓全跑他那儿去了。他哪来的这么多粮？一个外乡人怎么可能调得动8000担粮？老爷，现在怎么办？咱们的高价粮根本卖不动，再囤下去全砸手里了。跟我拼粮价，他还嫩点儿。修桥的木料不是咱们供的吗？是，昨天刚送过去的。换成空心的，雨季一到，桥一塌，下游3个村全淹。我要让他知道，云河县的事不是他一个外人能插手的。不对，这木料是空心的，里面全是朽木。进货单给我。又是崔家。雨季马上到，没新桥挡着，下游村子全得淹。严大人，修桥木料被崔万章调包了，全是朽木，真凭实据，这下可以查崔家了吧？大人，京城急件。怎么，京城有人打招呼了？崔家朝中有人，让我尽快定沈燕的罪，别节外生枝。所以你就打算黑白不分，让能毅背锅，让豪强继续作恶？你懂什么？官场的事不是你一个商人能明白的。我是不明白，我只知道百姓的命比你们的官场交情重要。你不敢查，我自己查，到时候别后悔。经查，云河县县令沈燕瞒报存粮，账目不清，管理失责，即日起革去县令之职，3日后押解进京，交由刑部问罪。我求严大人一件事：堤坝、粥棚、医馆按旧规矩来，别断了百姓的活路。你真要把他送进京？他是什么人？你这几天看不出来？我有我的难处，圣命难违，上面压下来我扛不住，扛不住就推给下面的官，让干实事的人背黑锅。严嵩礼，你这个钦差当得真够窝囊，到时候别说我不给你留面子。沈燕到了，
接下来就是粮仓。老爷，什么时候动手？后天夜里，带人摸进主粮仓，抢一批粮，烧一批账，再放几个灾民进去。到时候就说灾民哄抢失火，死无对证。等我掌了云峨县的粮路，那个姓萧的跪下来求我都没用。抓贼了！主粮仓保住了，物资库烧了大半，药材和沙袋损失不少。还好主粮没事，不然这雨季百姓真要饿肚子了。抓住2个活口，跑了几个，油桶是崔家的，人也是崔家的家丁。陛下，要不要现在就动手抄了崔家？不急，他肯定还有后手，先把人看好，证据收稳，等他把所有牌都打出来，咱们再一次性收网。我倒要看看他背后的人能藏多久。县令都没了，以后谁管粮谁管地，再没人做主，咱们自己开仓分粮。吵什么？你谁呀？一个外来商人也敢管县衙的事儿？我是京城来的结伴，奉旨盯着赈灾的事。沈大人配合查案，县务暂时由我盯着。周棚照开，堤坝照修，平价粮照卖，所有规矩全按沈大人定的。苏婉和管粮账，一管账，日常用粮照常拨，不用等钦差批。互相对分3班，城门、堤坝、粮庄各守一处，按旧例巡逻。工坊赶制沙袋和雨布，人手不够就从安置点调壮丁，工钱翻倍。每天有时来这儿报一次数，哪块出了问题直接找我。知道了。陛下，您就这么直接主事了？严嵩里那边真要乱起来，他第一个担不起责任。老爷，那姓萧的真就主事了，县衙各岗全按旧例走，人心稳下来了，没乱起来。一个商人凭什么主事？县衙的人就听他的？他说是京城来的结伴，有圣旨盯着赈灾，底下人也摸不准他的底，就按他说的办了。结伴，我看他是嫌命长，没了沈燕撑着，他撑不了几天。去，把旧账都整理好，该烧的烧，该转移的转移，别让人抓住把柄。奇了，县令都被革职了，怎么一点没乱？往常换个知县，至少得乱半个月，这倒好，跟没事人一样。陛下，全稳住了，没人闹，也没人偷懒。沈燕厉害的不是自己能干，是把规矩刻进了每个人心里。他在不在，县里都能转，这才是真的会做官。之前咱们都以为他就是个会修桥修路的县官，现在看远不止。越是这样，3年前的假账就越可疑。一个能把县治成这样的人，不可能在账上动手脚。那笔被吞的赈灾粮，肯定另有其人。陛下，3年前的赈灾粮令批文找到了，一共拨了2万支粮，按账上写的，全到了云和县。可当年沈燕报上去的是只收到8000担，中间差了12000担。查当年的运粮官、库吏，还有粮车的路线，12000担粮不可能凭空消失。我要知道是谁吞了这笔粮。李伯，跟您打听个事儿，3年前那批赈灾粮是不是您收的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早忘了。忘了？那12000担粮凭空没了，您是管库的，能忘？我知道崔家施过您，但现在有人要翻案，您要是肯说实话，没人能再害您。不是沈大人贪的，是崔万川。粮车到的时候就剩8000担，剩下的全被崔家拉走了。他们逼我在签收山上签字，不签就杀我全家。那年旱得颗粒无收，家家户户都等着开仓放粮，崔家仗着有人脉，把粮都囤了起来，价钱翻着倍往上涨。沈大人刚来就想查，可账册全被烧了，上面又有人护着崔家，当时没能动不了他，但真的假不了，当年经手的人留过的痕，总不会全没了。沈大人没办法，才带着大家开荒、修渠、攒粮，一点点熬过来的。李伯，您肯跟我回县衙作证吗？这么多年了，我也盼着能翻案，不能让沈大人白受委屈。老爷，不好了，有人找老库离了，是那个姓萧的手下。
他查3年前的事。是，看样子是查到咱们头上了。不能让他查下去，把密室里的旧账全搬出来，连夜拉去破庙烧了，一个字都不能留。还有那个老库役，找机会做了。是，死人才不会说话。小的这就去安排。想烧晚了。全对上了。3年前的赈灾粮，崔万川劫走了70%，换成高价卖百姓，赚了3倍的钱。这些年，他还陆续吞了不少民田，都是趁灾年低价强买的。算下来，半个云和县的地都是他。好一个崔万川，好一个本地乡绅，拿着朝廷的赈灾粮吸百姓的血，还反过来泼县令的脏水。严大人，你自己看，3年前的赈灾粮是崔万川劫的，假账是他做的，沈燕是被冤枉的，人证物证都在。现在，你敢不敢查崔万川？这牵扯到州府的人，是不是先上报？等你上报完，崔万川早就跑了。来人，持我签手令，查抄崔家所有粮铺、药铺、粮仓、田庄，所有账册一律封存，相关人等全部带回问话。是。萧公子，你觉得先从哪儿查起？先查城西私仓，崔万川的赃粮全藏在那儿，再查他的密室，旧账和田契都在里面。就按你说的来。这是崔家私产，你们凭什么查？钦差查案，敢拦就是抗旨。大人，全是上好的粮食，少说有5万担。大人，崔万川不见了。府里人说，他昨天夜里带着心腹和银子从后门走了，往山那边去了。进山了？他想干什么？他想趁乱抢粮仓，烧县城，鱼死网破。公子，要不要派人追？不用追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他费了这么大劲，不可能就这么放弃云和县。传令下去，加固城门，守好粮仓，互相队全员待命。他要来，咱们就等着。500两银子，事成之后再给你3000吨粮。你要我干什么？下山抢云和县主粮仓，烧了账册，能拿的粮全拉走。哼，县衙有互相队，我犯不上硬碰硬。沈燕已经被革职了，现在主事的是个外来商人，狗屁不懂。暴雨一来，城门防守松懈，你带人从后山摸进去，10拿9稳。哈哈哈哈哈！行，后天夜里动手。陛下，安县来报，崔万川去了黑风寨。意料之中，他走投无路，只能走这步险棋。要不要调周边驻军过来？不用，动静太大，反而打草惊蛇。互相对守正面，你带暗卫守粮仓侧门，粮道2头设埋伏，他来多少，我留多少。是。去偏院请沈大人过来。您要启用他？布防安民，调度百姓，他比我熟。崔万川勾结山匪，后天夜里抢粮仓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刚收到消息，我需要你出来主持布防。走，去粮床看看。粮道2头设路障，埋歼木桩，山匪骑马冲不进来。粮仓正门堆沙袋，留射击孔。互相队分3班守，每班2个时辰。城西老村地势低，把老人孩子先转移到城里安置点，壮兵编入运输队，往粮仓运滚木乱石。物资我来调，沙袋、药材、干粮，今天50备齐。放心吧，沈大人，弟兄们都憋着劲呢。陛下，沈大人一套一套的，比咱们想的还周全。他在这儿待了3年，哪里险，哪里弱，门儿清。你带暗卫守后山小路，那是最容易摸进来的地方。另外，把周边3个暗哨调过来，埋伏在山脚下，山贼退的时候，给我截住。遵命。地面布防差不多了，外援和应急的事就劳烦萧公子。萧公子到底是什么人？能调得动暗卫，
能拿出8000道粮，还能跟钦差平起平坐。普通粮商做不到这些。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咱们都想保住云和县。等这事儿了了，你自然会知道。暴雨来了，山匪应该也快动了。青壮年愿意守城的，到这边登记。管饭1天5文钱。不用给钱，我来。沈大人救过我家命，现在县里有难，我不能看着。拿着，饿了垫垫肚子，打跑山匪，咱们才能踏实过日子。换别的县早收拾东西跑了，咱们县倒好，全往上冲。沈大人待大家真心，大家自然也待县里真心。陛下，臣见过不少灾年的县城，要么哄抢，要么逃难，从没见过这样的。百姓心里有杆秤，谁真心对他们好，他们就跟谁走。沈燕这3年没白干。来了，传令下去，按计划来。快，抢了粮就走，别耽误事儿。你们敢动我，我们大当家的马上带主力到，你们全得死。主力？你们主力去粮仓，正好钻我们的口袋，押去城里关起来。剩下的人去粮仓侧后方埋伏。是。老爷，西山那边没动静，怕是出事了。废物，10几个人都搞不定。不等了，直接攻正门。里面互相队没多少人，咱们人多，一鼓作气冲进去。弟兄们，冲进去，粮食随便拿。冲！谁先冲进去，赏银10两。匪首以擒，降者不杀。是你，崔老板，这就想走了？你赢了又怎么样？你动不了我。我朝中有人，州府、京城都有我的人。你一个外来商人，敢动我1根手指头，让你走不出云和县。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朝中的人能不能保得住你这颗脑袋。崔万川，你勾结山匪，劫吞赈灾粮，蓄意谋杀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讲？哼，严大人，你审我之前，最好先问问京城的意思。户部李侍郎是我表姐夫，州府张同志跟我是拜把子兄弟。你今天敢定我的罪，明天就能丢了乌纱帽。严大人，我是户部李侍郎府的人，崔老板的事点到为止就行。真闹大了，李侍郎脸上不好看，你也没好处。把沈燕押进京定罪，崔家的事一笔勾销，对你我都好。朝廷法度岂能说改就改？法度是给细层人定的。严大人在官场这么多年，这点道理还不懂。3天之内，我要看到沈燕上路，不然你就是那个多管闲事的粮商。我劝你少掺和，崔家的事不是你一个生意人能碰的。再不知进退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李侍郎教出来的人就这点眼界，回去告诉他，崔万川的案子我管定了。他要是不服，让他亲自来云和县跟我说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大人，不好了！上游洪峰过来了，临县的堤坝决口了，水头往咱们这边冲了。什么？再过2个时辰就到城西，西边的田肯定保不住了。慌什么？城西老河道边上有我3年前修的泄洪渠，立刻起闸，把水引去老河道。泄涵渠账上怎么没记？当年没走官银，是带着百姓义务挖的，没入账。胡闹！这么大的工程不报朝廷，万一出了事……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我去闸口盯着。你这哪是当县令，你是把3年后的灾都算到了。当官的多算一步，百姓就少受1分罪。大人，出事了！沈大人，萧公子，山里的王家村被洪水围了，路全冲断了，城孤岛了。村里100多口人断粮断药，还有几个老人孩子发烧，再晚就撑不住了。后山的小路呢？也塌了一半，只剩半尺宽的崖边道，根本走不了人。我去。公子，太危险了。 100多口人命不能等了，挑几个身手好的，
带足干粮和药材，走后山崖道绕进去。公子，再往前更险，要不我先过去。早到一刻，就多救一个人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，我们都以为要死在这儿了。老人家别客气，先把药喝了，退烧的、治风寒的都按分量分好。明天我带人再送一批粮过来，等水退点儿，就接你们去县城安置。叔叔，是沈大人让你来的吗？沈大人让我来的。我就知道，沈大人不会不管我们的。苏姑娘，已经有8例了，周边县闹瘟疫，死了不少人，咱们县怕是也……慌什么？按沈大人定的防疫规矩来。每家都有啊，趁热喝，防风寒的。周边县都乱成一锅粥了，咱们县跟没事人一样，全靠这套防疫规矩。换别的县早就封街闭市，人心惶惶了。先去隔离棚待3天，没事了再进城。我们都快病死了，让我们进去吧。进去传染给大家，死的人更多。隔离棚有药有粥，死不了人。这么厉害的食疫，居然就这么压下去了。云和县的这套法子，不只能救一个县，能救天下所有灾县。圣旨到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云和县令沈燕瞒报存粮，管理失察，着即押解回京，交刑部严审。钦此。严大人，赶紧准备吧，明天一早就动身，别耽误了行程。公公，这案子有隐情，崔万川他……咱家只管传旨，不管案子。上面的意思很明白，人必须押进京，别的事儿少管。你是何人，也敢挡咱家的路？大胆！圣旨也是你能随便碰的？人不能押走。你敢抗旨？抗不抗旨，轮不到你说话。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沈燕的案子，我亲自查。查清楚之前，谁也别想动他。陛下，真要压下圣旨？压了又如何？一个能把灾县制成样板的能臣，就因为朝中有人使绊子，就要下狱问罪，这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。信送回京，让内阁彻查户部李侍郎和州府张同柱、崔万川的案子，连同他们一起办。是。严大人，李侍郎的意思很明白，沈燕3日后押解进京，崔家的事点到为止。可崔万川勾结山匪，劫吞赈灾粮，人证物证俱在。你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，还没活明白？听劝，官儿还能接着做；不听劝，别说乌纱帽，脑袋能不能保住都两说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户部的狗腿子。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放肆？我是什么东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主子李侍郎贪了多少赈灾银，收了崔万川多少好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胡说！3年前12000当赈灾粮，经李世石的手批下去，到云和县只剩8000担，中间挣的缺额去哪儿了？别以为做得干净，纸里包不住。来人，把这个狂徒给我拿下！看清楚了，再乱喊乱叫，割了你的舌头！回去告诉李侍郎，崔万川的案子我要一查到底。他要是识相，就乖乖在京里等着；要是敢再伸手，我连他一起办。是，小人知道了。3年前的灾账，是李侍郎让人换的。崔万川每年给李侍郎送2万两也有份儿。这次下旨抓沈燕，也是李侍郎在宫里运作的，就是想杀人灭口，保住崔万川。就这些。小人知道的全说了，真没瞒你。你先在县衙待着，等事情解决再处理你。下官有眼无珠，之前多有冒犯，请大人恕罪。你不用知道我是谁，该怎么办案还怎么办案。崔万传的案子接着查，州府那条线也往上挖，该办的人一个别放过。下官明白。老爷，
张安反水了，严嵩里那边靠不住了，正派人查州府的账。什么？姓李的这是要气了我？老爷，要不咱们跑吧，往南边逃，还能留条命。跑？我崔万川在云和县经营了10几年，凭什么让一个外乡人逼得跑路？他想弄死我，我先让整个云和县给他陪葬。城西主堤坝最薄弱的地方就在转角，把这个埋进去，一炸就塌。堤坝一塌，洪水灌进城，粮仓县衙全得淹。到时候乱起来，咱们趁乱抢了粮仓就走。老爷，真要炸，城里好几万百姓，要是出了人命，我贪墨赈灾粮的账册罪证全在城里，不炸平，等着萧彻把我凌迟。半夜动手，优先炸粮仓和账房，办砸了不用等朝廷的人来，我先送你上路。公子，按线来报，崔万川搞到了火药，要炸城西主堤坝。疯了！他这是要屠城！他想玩大的，就陪他玩。沈燕，你带护乡队守堤坝正面，加派人手巡逻。裴照，你带暗卫埋伏在堤坝两侧，等人过来，直接拿下。记住，堤坝不能出事，百姓不能出事。放心，我拼了命也守住。说，崔万川在哪儿？带回去，慢慢审。这不是崔老板吗？原来是他干的缺德事儿。难怪年年灾年他家粮价涨得最猛，合着都是黑心钱。官差，我知道他家有个老宅，在城西巷子里，平时没人去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丧尽天良的狗东西！放了我！我朝中有人，一个商人没资格审我。等李侍郎的人到了，有你好果子吃。李侍郎，他自身都难保了，明天公审，当着全县百姓的面，把你的罪状一条条说清楚，让大家都看看吸了他们3年血的人，最后是什么下场。黑心贼，还我们粮食！给饿死的乡亲偿命！崔万川，大雍3年，劫朝廷赈灾粮12000斃，高价售卖，逼死百姓17人，兼并民田300顷。大雍4年，烧粮护料，勾结山匪抢粮，至桥梁潭死5人，密谋炸毁堤坝，欲屠害全县百姓。你们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李侍郎让你们全族陪葬！大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站在这上面？朕乃大雍皇帝萧彻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不可能，怎么会是皇帝？沈大人，免礼。免礼。朕初来云和，以为你是贪赃枉法的庸官，处处猜忌，步步试探，是朕看错了。崔万川劫赈灾粮，害百姓命，勾山匪，炸堤坝，桩桩件件，罪不容诛。查抄全部家产，冲入县衙，用于灾后重建。所有涉案人等，依法严办。朕来之前看的是这本假账，上面写着云和县民不聊生，粮仓空虚，官员渎职。可朕亲眼见的是路通，粮足百姓有活干，灾年有饭吃。假账是谁做的，朕会一查到底。但有功的人，朕也绝不会亏待。云和县令沈燕，治灾有功，安民有方。3年将灾县建成民生样板，朕会为你证明。沈燕官复原职，加赏俸禄，云和县所有赈灾成果据实上报，列为州府样板。臣没做什么，都是全县百姓一起拼出来的。皇
皇上居然在云河县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崔万川肯定会把咱们咬出来，不行，得赶紧想办法。户部李侍郎，奉旨请跟我们走一趟。第一是路，水泥路通到每个村，粮能运进来或能拉出去，百姓就不会被困死。第二是粮，丰年存，灾年放，平价粮铺托底，再加上备灾仓，大灾也能撑半年。第三是人，灾民不白养，按手艺分流，做工换饭吃，既救了人，又能搞建设。那防疫、修渠、学堂这些也是按这个路子来的。凡事定好规矩，账册公开，人人都能查，没人会闹。比如账房的账，每月贴在县衙门口，谁都能看。粮出入多少，钱花在哪儿，清清楚楚。朕以前总觉得治国要靠朝堂，靠律法，靠官员，现在才知道根子在下面。百姓能吃饱，能讲理，能看到盼头，天下就乱不了。朕把周边3个灾县都交给你统筹，按云河的法子修路建仓安民，一步步来，缺人缺粮缺钱，朕给你兜底。臣尽力，不是尽力，是必须做成。等这3个县也起来了，就往整个州府推，再往后全国灾县都照着来。沈大人年轻有为，真是佩服。不过我们听说云河县是靠朝廷多拨了赈灾款才有今天的心头啊。是啊是啊，我们县拨款少，学不来学不来。几位大人远道而来，先逛逛再说。渠修的是不错，就是太费钱了，我们县可拿不出这么多银子。没花多少官银，大部分是百姓义务出工，石料是本地山场采的，只出了点工具钱。日字算账，农桑之。以前总听人说云河穷，今日一见，是我们坐井观天了。大人，这云河的法子，我们县能学吗？当然能，不仅你们要学，以后全国的州县都要照着学。一县富不算富，天下百姓都能吃饱饭，才是真的富。沈大人，当年我逃荒到云河，是您给我饭吃，给我活干。现在周边县遭难，我第一个报名去。您放心，我肯定把路修得跟云河一样结实。朕第一次来，是想寻个穷县，拨点银子，成个贪官，算扶贫了。现在才知道，是朕被这穷县反向扶贫了。陛下言重了，臣只是做了该做的。一县富不算富，等这条路连遍周边州县，连遍整个大庸，天下百姓都能吃饱饭，有活干，那才是真的富。